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是想继续对我家院子里的月季玫瑰做一次年终总结，看看它们在2023年的整体表现。在前2期节目的时候，我已经针对我家的18款奥斯汀月季做了一次详细的点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视频最后的链接观看。那回到今天的节目，我是想对我家的其他非奥斯汀系列的月季玫瑰做一次整体的梳理，看看它们在春夏秋3季各自的开花表现以及养护上的要点。希望这些内容能对大家在品种选择的时候有一点帮助。那话不多说，我们开始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的全阳种植区。这里的月季全部都是盆栽或者是花箱种植，包括巴黎月光、情歌、伊夫伯爵、Sensuous、Angel Face、夏琳王妃、Amazing Grace、陶然以及 YH Rose。第一个入场的是巴黎月光 Moonlight in Paris， 这是我去年从 Home Depot 买的裸根苗中表现最好的一颗。关于裸根苗的种植，我在之前发过一个视频，可以看右上角的视频连接观看。回到这颗巴黎月光，它是种植在一个大约5加仑的塑料盆里，它所在的位置阳光充足，基本有6到8小时的光照。巴黎月光是普货里面的佼佼者。所谓普货是指能从 Home Depot、Lowe's 或者是 Costco 这种大卖场都能买到的月季苗。虽然是普货，但巴黎月光无论是它的颜值以及是开花性来说都非常的出色。在2023年，巴黎月光一共开了4次，分别是5月、7月、9月、11月均有群开，复花性一流。我们就回顾一下去年它的出色表现吧。经过一整个冬季以及春季的养分积累，5月的时候春花是它最美的时刻。颜色上，巴黎月光的外围是浅粉色，内层花瓣则是柔和的浅杏色，花心周围是黄色，像极了夜空中皎洁的明月。花瓣层层叠叠，多头开放，是时下流行的英国玫瑰的花型。巴黎月光的复花性极好，往往是花还没有谢，下方的芽点就开始萌动，修剪后大约5到6个星期就会复花。今年它开第2轮花的时候，我回国了，没有看到。但8月初回来修剪过后，9月中再度开放。9月的气温还是挺高的，因此它的颜色和花瓣数也是有所影响。颜色上，粉色就完全看不到了，以杏色和黄色为主。开放到后期是近乎白色，花瓣数也明显减少，会完全打开露花心。另外，它的持花时间其实并不短，9月的温度其实也会有30度以上。它单花能维持5天左右，也不容易焦边，算是挺耐晒的。9月这波花结束后，11月初又开始复花了，简直就是开花机器。11月的这一波，由于温度下来，花瓣外围又开始有漂亮的粉色，不过花瓣数还是达不到春花那么多。除了强笋是多头开放以外，其他的枝头就变成单头开放。11月秋花过后，还出了好几根笋枝，这些新枝的花苞最后在12月也能顺利开放。说了那么多优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缺点。首先是白粉，巴黎月光的白粉在春秋尤其明显，新发的枝条上都会染上白粉，但不影响开花。它的另外一个缺点是刺多，密密麻麻的，但总体来说，巴黎月光是一众普货中的佼佼者，价格便宜，表现出色。如果你见到它就不要犹豫，买到就是赚到了。第2颗想介绍的月季是情歌 Love Song。月季中紫色是比较少见的，而情歌就是为数不多的紫色月季中的一款。我的这颗情歌是树形的月季，也叫棒棒糖月季。我把它种植在一个朝向西南面的大陶盆里。它是在2022年在 Spring Hills 买的裸根苗，现如今2岁了。情歌也是本年度表现最佳的月季玫瑰之一，
它在春夏秋3季分别有3波整齐的群开。它多头大花，单花花径有10到12厘米，花瓣厚实耐晒且不焦边，这是紫色系月季中非常难得的。它健康无白粉，枝条直立不垂头，但由于花太大，而且是多头开放，会整枝下垂。这时候棒棒糖的造型就凸显了它的优势，让我们能够比较容易地欣赏到它的花。它复花所需要的时间比巴黎月光稍长一点，1年下来有3次成规模的开花。它的花型花色受气温的影响不大，夏花花径稍小一点点。今年10月以来是它的第3波花，由于有2根新长的强损，因此这一波花维持了1个月。缺点是侧多和完全不香，花型稍微不够精致，但在它的优点的加持下，这些不足算不上什么。总体来说，情歌是一款大花风花、健康耐晒的紫色系月季，我非常的推荐。接下来的也是一棵树月季，伊夫伯爵。据说伊夫伯爵去年的灌木苗出现了大规模病害，它的供应商 Star Rose 集中销毁了一批，导致今年开春在市面上只有高价的树月季苗可以找到，年上穗要价100刀，这是我买过的最贵的月季苗。虽然是贵，但它非常的值得。什么叫国色天香？什么叫雍容华贵？看到它就知道了。无与伦比的波浪边大花，艳丽的颜色，浓香耐晒，直立不垂头，平插时间长。伊夫伯爵在本年6月、8月、10月均有群开，作为第1年的苗，这样的表现已经是可圈可点。伊夫伯爵的缺点是枝叶不够繁茂，叶子总是有一种缺水的感觉，另外也不时有白粉的侵扰。养护上要注意的点是，它必须要全阳养护，半阴区域开花受限，而且白粉会更严重。不过总体来说，它还是非常的值得推荐。接下来的这一棵是 Sensuous 花园梦，是我在8月的时候从 Home Depot 淘来的盆栽苗。Sensuous 是北美的别称，它的原名应该是花园梦或者是梦幻花园，是德国育种公司单桃玫瑰在2005年上市的品种。我当时看到它的时候正值它的夏花，小小的粉色花朵，但香气非常的突出，犹豫了片刻，还是决定把它抱回家看看。Sensuous 在8月买回来以后，花没2天就散掉了，秋节过后居然很快就开始结花苞，9月中就快速复花，而这次复花可以说是惊艳的程度，不再是小白花，而是多头粉色的大花，花香异常浓郁。这时候适逢山桃草和鼠尾草开得正好，加上达西布塞尔那深红的花骨朵做点缀，这个景色是我院子里9月份最美丽的风景。9月花期过后继续修剪，11月又再度开放。数了一下，这一波秋花足足有20个花苞，而它的花一直持续到12月都还在。花型是时下流行的英国玫瑰花型，温度对它的花型花色影响比较大，不过对它的香气倒是没有很大的影响。它的香气据资料所说是糅合了丁香和蜂蜜的大马士革玫瑰香气，我不是非常的能够辨清香气组合，但它给我的整体感觉就是温暖的甜香，非常的喜欢。至于花园梦的缺点，它会有一点点白粉，但不严重。问题比较大的可能是它散得比较快，通常单花的持花时间不超过3天。不过它的花量大，可以算是弥补上这一缺点。因为我实在是非常喜欢它的香气，因此今年冬天我已经把它放在达西布塞尔旁边地栽。最近有小伙伴通知，在加州的 Home Depot 看到了花园梦的裸根苗，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另外一款也是我今年买的裸根苗 Angel Face 鲜蓉，花大波浪边，花瓣数大约25到30瓣，打开后能看到花心，属于风花月季。它有非常浓郁的柑橘类香气，
株形直立不垂头，有一定的耐阴性，开花性极好。在加州的半阳下，一年能开5波。唯一的毛病是抗白粉的能力比较弱。今年裸根种下以后，第一波新长的枝条全部感染了严重的白粉病，花苞全部枯萎，快要不行的样子。后来我用牛奶兑水稀释治好了以后，立刻就开始疯长。如果大家对白粉病防治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后面会专门做一期节目介绍。回到 Angel Face， 虽然错过了它的第一批花，但白粉好了以后，很快就复花了。此后非常稳定的每1个到1个半月复花一次。随着植株的成长，它的白粉病也稍微有点改善，只在新芽的时候出现。这时候只要及时处理，基本对开花无碍。接着是这一棵摩纳哥王妃夏琳，它是2年前我从Heirloom买入的自根苗，一直种在一个2加仑的陶盆里。它的春花是其颜值的巅峰，迷人的波浪边大花，灰粉色，带有浓郁的香气，株形直立，多头开放。夏季的花色更偏橘黄一点，花的个头又小一些，但总体花型还是保持一致，而其浓郁的香气在夏天也得以保留。它的发笋能力很强，今年夏天一共新长了3根强笋，在7月群开以后，8月接着开花，每一个枝头都是多头开放，非常的灿烂，抗病性还算不错。早春的时候有一点点白粉，但不严重。另外一个缺点或者说是特点吧，就是它的株形非常的高大，地栽的话能轻松超过1.8米。另外一个问题是它秋花的复花性不是非常好，因为我并没有找到夏琳王妃的视频记录，这从侧面也反映它的秋花并不突出。跟夏琳王妃同时购买的是这一棵 Amazing Grace， 现也如今2岁。第1年它没有开很多花，在进入第2年的夏天才开始表现良好，粉色的大花，花瓣数很多，算是包子的花型。但是打开时的花序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整朵花就像是一颗十字划开的开口酥，我觉得不够优雅。倒是夏花瓣数下降以后，开花的形态会更好看。Amazing Grace 新长的嫩芽会有一点点白粉，但不严重，整体算是非常的健康。但由于花瓣太多，光照不足或者温度不够的时候会有打不开的风险，因此它适合6个小时以上的光照养护。接下来的这一棵是桃染，桃染是一款活跃由天狼月季选育的品种，这是我今年春天购入的大苗。桃染最突出的特点是它颜色渐变非常漂亮，花的外围如桃花般的深粉红色，靠近花心的部分渐变为橙粉色，花如其名。桃染的花瓣数很多，花序排列漂亮，抗性还算可以，偶尔有白粉但不严重。桃染它的株形比较紧凑，适合盆栽种植。它属于天狼的属系列，夏天的耐晒性、耐热性比较好。它的缺点在我看来是垂头，这是由于花瓣数太多、花头大所导致的。今年是我第1年养护桃染，我暂时还没有找到解决它垂头的问题，我会今年冬天强剪试试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最后的这个区域，我想介绍的一棵月季是这棵白色的风花月季，它的名字叫 White Hedge Rose。它其实是一棵错版的苗，我当初是想买 Kiss Me Kate， 但开出来却是白色的花。一开始我以为是冰山，但后来跟冰山的叶子对比过后，发现并不是。再去苗圃比对，发现这是一款绿化带的普通月季。连名字都没有认真的取，就叫 White Hedge Rose， 白色的绿篱月季。只要把它放在全阳位，不用施肥，只需要浇水，都可以一茬一茬的开，从不生病。这一棵白色的月季还是凭自己的优异抗性以及无与伦比的开花实力，逃脱了被淘汰的命运。说完盆栽的全阳区域，接下来的是地栽的半阳区域。首先是一棵复古色的月季 Coco Loco，
Cocoloco 是美国本土月季育种公司 Wyeth 在2012年发布的一款风花月季。它最大的特点是其复古多变的花瓣颜色。Cocoloco 在花苞以及刚开放的时候是带有一点棕色，就像是焦糖奶茶般诱人。随着花瓣的打开， Cocoloco 会褪去棕色调，变为复古的粉紫色。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在夏天的表现。刚开放的 Cocoloco 是高杯翘角的 High Center 花型，不同于奥斯汀系列的杯状花型。随着开放，花瓣慢慢会变成丰满的卷边花型，且不会后翻。Cocoloco 的花大且耐晒，在我们这里的夏天，它的单花花期能持续1周，而从不交边。由于它是风花月季，多头开放，群开后整体的观赏度非常高，因此 Cocoloco 在我们本地的玫瑰园也有一席之地。在这个朝向西面的区域，从4月到10月，每天会有6个小时左右的日照。秋天开始，日照减少到4小时左右。Cocoloco 在我这里夏花的花量最为优秀，春秋两季稍微逊色，因此我推断它应该是非常的喜阳，耐阴性能一般，因此最好能种植在全阳的区域。在 Cocoloco 的旁边是马克夏加尔。夏加尔是一款风花条纹月季，出自戴尔巴德画家系列。这个系列以条纹月季著称。夏加尔在2020年才引进美国，算是非常新的品种。这2年一直在 Home Depot 和 Lowe's 都能看到它的成品苗出售，非常容易购得。夏加尔是粉色和黄色相间的条纹，初开颜色和条纹都比较深，随后逐渐变淡。我这棵夏加尔种植的位置是朝向西面，会阳光从中午到日落。按道理来说，它的光照条件应该不太差，不过它在我这里表现并不很好，枝条和花量都比不上同时期种下的 Cocoloco， 加上我觉得它温柔的粉黄色跟旁边色彩饱和的艳丽的橙红色月季完美时刻并不是很搭。前段时间我已经把它起出来盆栽养护，在这个位置上换上另外一款月季进行搭配。接下来是小路另一旁的粉色月季区域，这里我种植了收集的好几款粉色灌木月季，分别是5款 David Austin 月季、肯特公主、达西布塞尔、奥赛罗、安妮公主、无名的裘德。这几款奥斯汀月季我已经在上一集点评过了，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右上方的链接观看。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剩下的3款粉色月季：真实的灵感 Delish 和 Orgesa。True Inspiration 真实的灵感是美国本土月季育种公司 True Bloom 的一款茶香月季，在 Home Depot 就能轻松的买到。正面是正粉色的大花，花瓣的背面是白色，属于一种银背的花型，花瓣有美人尖，一枝多头。我把这个真实的灵感种植在肯特公主的后面，它们俩颜色相近，春天群开的时候连成一片，煞是好看。真实的灵感的最大缺点是刺非常的多，而且大，密密麻麻，看着就让人害怕。它的抗病性不错，全阳下长势迅猛，但由于它株型大，刺多，最后只能把它定植在半阳位。这个位置的上方有一棵柿子树，挡住相当一部分的阳光，因此 True Inspiration 在我这里虽然春花还不错，但它的复花性能并不佳。整体来看，它并不适合半阴的位置，最好还是在全阳养护。在真实的灵感旁边是法国梅昂公司的茶香月季 Delish。这一棵 Delish 是我在阿尔鲁买的1加仑小苗，直接地栽。它的株型直立瘦高，不会张牙舞爪，适合空间有限的花园。根据梅昂公司自己的宣传，这是一款以芳香著称的月季，斩获多个芳香大奖。它的香气浓郁，带有一丝辛辣的气息。在我这里的最大问题是由于光照不足，
一年到头开花没几朵。我已经把它挖出来盆栽，看看在全阳下它的表现能否改善。接下来是一棵非常优秀的月季 All Jessup。All Jessup 也是一棵正粉色的月季，一枝多头，花型是时下流行的英国玫瑰花型，花型周正，但是花瓣数不算多，比不上奥斯汀月季的精致范，但是它非常的健康，长势强健，从不生病。它被我种在了柿子树的树冠下，光照几乎都被树冠遮挡了。除了冬季落叶后能接受到4小时的阳光，其他时间少得可怜。但是它还是能开出非常漂亮的春花，夏秋2季也还是能顺利复花，开花性能算是非常的不错。而且 All Jessup 是著名的塑料花，持花时间非常的长，因此它非常适合在全日照的区域，半日照真的是委屈它了。回顾整个粉色月季的花圃，由于当初种植的时候正值冬季，柿子树的树叶落叶了，影响了我对这个区域实际光照条件的判断，因此有好几棵需要全阳的品种错误地种植在这个区域。现在这些不耐阴的品种已经挖出来盆栽，同时我也把 All Jessup 换了一个光照稍微好一点的位置，而在原来的位置上，我则是换了耐阴性更好的绣球。希望这个地块在今年会有更好的表现。在半阴区域的最后一棵灌木月季就是波塞冬，又称洛瓦蒂斯。波塞冬是月季里比较少见的清冷的紫色，花瓣数多，也有美人尖，强健，从不生病，表现好的时候确实非常的漂亮。但是波塞冬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超级不耐晒。在我这里，它接受到的阳光是从中午到下午大约2到4小时的日照，但即便如此，它的春花持花时间也顶多2天，很快就会焦边，能看的很可能就只有1个上午的时间。一整年下来，据我的观察，就只有在深秋的时候的偶尔1、2朵花能在枝头上维持超过4天的时间。如果大家喜欢紫色的月季，那我更为推荐情歌。情歌无论是在耐热性还是开花性能上都非常的优秀。说完灌木月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藤本月季。首先就是鼎鼎大名的龙沙宝石，又译作伊甸园、伊等。复古的花型，淡雅而渐变的颜色，叶片油亮，抗病性极好。龙沙宝石自上世纪80年代推出以来，一直受到花友的追捧。前几年在疫情期间更是一苗难求。不过最近2年 ，Home Depot 也上市了龙沙宝石的裸根苗，喜欢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这2棵裸根苗是种植在花箱里，现如今2岁，朝向南面是难得的全阳位置。除了春天一波震撼的群开，在夏秋分别有小规模复花。龙沙宝石的耐热和耐晒性极好，夏天的持花时间至少有5天，而且不用易焦边，非常适合加州种植。根据我们这边的花友反馈，地栽的龙沙宝石1年至少有春秋2波大规模的开花，真希望我这里的地面不是水泥地。接下来的是微风香水。微风香水有点类似蔷薇的花型，花小但层处开放，花量极大，而且超级无敌香。微风香水长势强健，虽然被我一直关在小小的盆里，但依然不停地长笋枝。去年的微风香水复花性良好，不过今年夏天开始，也许是受到容器太小的影响，它的根系没有办法吸收营养，除了影响复花，也有明显的黄叶现象。脱盆一看，盆里面基本就没有土了，全部都是根系，看着真是心痛。今年冬天我会给它换一个20加仑的盆，同时扦插一些枝条备用。我的目标是在后年给它做成一个拱门。微风香水每年开春都能在 Lowe's 看到它的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接下来的这棵是我今年新入的一个品种，伊雷萨施特。它在北美市场的名称是 Raspberry Cream Tour 树莓奶油旋风。
它是一款由法国梅昂公司培育的大花藤本月季。伊雷萨斯特最大的特点是完全没有刺，平易近人，非常的友好。花朵是深玫红白色条纹，多头开放，它的叶片油亮厚实，仿佛是打了蜡一般，因此它的抗性非常的好，没有一丁点白粉。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长势惊人。这是我今年5月买的苗，一直盆栽在半阳的区域，半年不到，从80-90厘米的高度直接窜上了拱门的顶部，应该有2.5米高。看着它的枝叶那生机勃勃的样子，就让人欣喜不已。可能由于苗小，复花性还不稳定，不过它从春天到深秋一直都有花，只是没有成规模而已。看着这么多的笋枝，我非常的期待它春天的样子。再来就是同一个区域的克莱特，克莱特也是法国梅昂公司的作品，跟伊雷萨士特是同一时间购入。克莱特是灰粉色的大花，花香浓郁，它的长势不像伊雷萨斯特那么夸张，它的分枝性和开花性都很好，有一点像上一集我介绍的奥斯汀的维基伍德，由于开花太多，长枝条比较慢的类型。今年冬天我给它换了一个大盆，由于它的颜色和奥斯汀的亚布拉罕达比比较接近，因此我把它们俩搭成一个拱门，期待它们爬上拱门的那一天。最后想介绍的是一棵被遗忘在角落的藤本月季 Sally Holmes 莎莉福尔摩斯，是入选世界月季殿堂的优秀品种。Sally Holmes 是白色单瓣大花，中心缀有金黄的花蕊，非常灵动漂亮。它的枝条比较硬挺，属于大灌木或者是小型藤本的类型。做拱门可能有点难度，做花墙应该是更好的应用。Sally Holmes 是以花量著称，在全阳的区域可以做到见花不见叶的程度。不过它被我塞在了日照只有2个小时的背阴区域，能开花已经是十分幸运了。在如此低日照的情况下，它不但有一定的开花数量，而且还长了不少新的枝条，可见它的耐阴性非常的好。希望在明年等它枝条成熟度更高一点，能有更多的花量。那以上就是今天我所介绍的15款灌木月季以及5款藤本月季。其实我还有一大波小苗还没有来得及给大家展示，因为它们苗还太小了，它的开花性能以及它的抗病性我还没有摸得非常的清楚。那希望它们能够在接下来的春天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到时候再带给大家看一下。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和订阅。如果你有任何的关于园艺上的问题，欢迎在留言区提出，我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探讨。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